再次回到在太子面前解开束胸那夜，他像前世一样对我招手：“秉之，你帮姑看看，哪位女郎堪为姑的太子妃？”上一世我吃醋至极，向他坦诚自己的女儿身，如愿嫁入东宫，可面对的却是10年冷遇，一双儿女也全叫了别人母亲。这一世我不嫁他了，所以我指向了他后来最宠爱的张如华。殿下，救他吧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赵燕愣了一下，她没想到我居然会指向张如华。男人蹙眉，此女太过端庄，一板一眼，姑不喜她。没关系，以后就会喜欢了。前世我死在凤仪宫那日，他跟我说，若有来生，朕宁愿那日不知道你的女子身份。如此，朕那时娶的便是如华了。回过神来，我劝道：张相是文官之首，娶了张如华，殿下的储君之位便能坐稳了。赵燕抬眸盯着我的眼睛，良久，她道：姑知道了。我明白，她听进去了。上一世多番权衡之下，她原本也是打算娶张如华的，今夜不过是在试探我的态度罢了。我做了她5年的伴读，同吃同住，我本就是女儿身，面容白皙秀气，又时常为她出谋划策。时日一久，我便喜欢上了她，就连她也对我生出了不一样的心思。可在她眼里，我终究是个男子，所以那些心思也只能压下。她永不会有开的机会了。离开之际，赵燕突然叹道：秉之，你若有个双生妹妹便好了。若她同你一般相貌性情，姑排除万难也会娶她。月夜下，我回过头，看清了她的眼神，那是一种极为晦涩又带了点惋惜的眼神。我笑了下，可惜没有。以我对她的了解，赐婚后她便会斩断同我之间的来往。若被人发现她居然爱上了一个男子，那她就完了。为君者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走到楚府的大门外，看着面前的牌匾，我几乎要抑制不住自己的心跳。当皇后的那10年，赵燕说外戚不能权势过大，所以杀了我的全族。我那个骁勇一生的将军父亲死前含恨道：为父辛辛苦苦教养你17年，替你铺了一条青云路，可你呢，为了那点女私情，害了全族人的性命。从那以后的每一日，我都在后悔。好在现在上天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在书房坐了一夜，天亮后便听说皇帝已经下了圣旨，为赵燕和张如华赐婚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接到了一封圣旨，是赵燕为我求来的，令我2月后南下赴任，去金陵做官。我当即便去了一趟东宫，可赵燕并没有见我，她只令人传话：你我君臣一心，莫逆之交。今日为你谋划，乃姑分内之事，不必言谢。他说君臣一心，不必言谢，但他不知前世帝后10载，我与他离心，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杀了我。不过能去金陵，与我的仕途百利而无一害，我很高兴。就连我爹也在席间多饮了2杯，大笑道：出去历练2年，待我儿回来，自有一番好前程。前世的这个时候，我已经恢复女儿身，并跟赵燕春宵1度。大雪纷飞，他在皇帝的寝殿前跪了整整3日。皇帝震怒：天下何女人，孰轻孰重，你当真分不清楚？赵燕叩首。这一年，他少年老成，喜怒皆不形于色，却在此时流了泪。他说：父皇，儿臣这一生若娶不到楚秉之，还不如不做这个储君。最终皇帝妥协了，还赦免了我的欺君之罪。但从那以后，我爹再也没得到重用，一夕之间白了头发。而如今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自这日起，我便把全部心思放在了读书上。而赵燕也在忙着迎娶太子妃，她不再传唤我了。承平侯家的陆隐川跟我还算相熟，他这人性子大大咧咧，平日里最是风流浪荡，竟然直接问我：你同殿下素来关系亲厚，他还为你谋了金陵的官位，简直羡煞我等啊！只是近来怎么没瞧见你们在一处了？我笑了笑，并不回话。但我知道，此后我与赵燕
只会渐行渐远，成为真正的君臣了。没多久，陆隐川便告诉我，赵燕和张如华上元节那天要去画舫游湖，他撺掇着我一道去瞧瞧。你这人怎么不开窍呢？你跟殿下都这么久不来往了，再不主动往他跟前凑一凑，他会忘了你的。我扶额，要的就是他忘了我。我推辞，我便不去了，再有2个月，我便要去金陵赴任了，实在琐事繁多。陆隐川当下倒是消停了，可上元节那天还是将我连哄带骗诓了出来。他道：殿下素来金贵守礼，这些年来压根就没跟哪个姑娘家亲近过。秉之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他同张五娘在一处时是什么样子吗？说实话，不好奇，因为我已经见过了。他会为他冷落整个后宫，他身子不好，不能有孕，前世直到我死前，后宫也只有我同他还恩爱时生下的一双儿女。他还会半夜偷偷带他出宫，看他爱看的折子戏。那10年里，长安盛行蹴鞠，姑娘们都以会踢蹴鞠为荣，其实只是因为张如华喜欢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有些心酸。我那双儿女罢了，总归这一世我不会再有孩子了。想到这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可陆隐川已经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对不远处招手。公子。出门在外，我们都是这么称呼赵燕的。我的步子顿住，他此刻不是应当在游湖吗？怎么半道上就碰见了？紧接着，我便察觉到有一道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又很快移开。他的嗓音很淡，人流如织，十里银花。我转过身，同赵燕对视，他没有跟我说话的意思，而是跟陆隐川交谈了起来。他们2人走在前面，转眼就将我甩了半条街。我注意到张如华并不在他身旁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次出游本是帝后的意思，可临到头，赵燕却爽了张如华的约。我无意跟在他们身后，转身去了别的地方。从前外出同游，赵燕的身边总是离不得我，现如今他不会在意我的去留了。他身边有了陆隐川、张如华，将来还会有3宫6院。不过幸好，我不再是那个善妒又备受冷落的皇后了。我越走越远，还猜了会儿灯谜，顺手从地痞手里救了个姑娘。她蒙着面纱，嗓音带着哭腔，让人有些听不真切。我与人约了今日游湖，可她没来。我没在意，哄了她2句。可谁知刚跟她分开，就看到不远处来了一大群禁卫军，似乎在寻人。我再仔细一看，上面的画像不正是我吗？正愣神间，我就被人扑了个满怀。陆隐川抱着我，捶我的身子，我连忙握住他的手，这是怎么了？陆隐川哼了一声，你这小子怎么一转头就不见了，害我们好找。我失笑，从前也不是没有这样过，我好歹出身将门，能出什么事？他道，其实我也这么想，不过殿下不放心你啊，刚才寻不到你，又听说今夜有地痞作乱，他差点急疯了。说着，他移开身子，将身后的赵燕露了出来。人群中，他面容紧绷，正一动不动地望着我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我与陆隐川的姿势看起来实在太亲密了些。陆隐川却没发现，他将我的肩膀揽得更紧了些。秉之，你怎么跟个姑娘家一样？我之前见过翠红楼的花魁，已经是人间极品了。你的腰居然比她还软，你不是女子，实在可惜了。他的话音落下，我的身子僵了僵。赵燕却忽地冷笑一声，她盯着我，楚秉之这副样貌，若成了女子，只怕没人敢娶。说罢，她拂袖而去。我很了解赵燕，我知道她生气了，并且气得不轻，但我想这就对了。对她来说，我们只是退回到了君臣该有的位置上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曾一同下霜露，一起作诗，她为我挨过板子，我给她做过糕点。我是女儿身，扮起男装时看起来很孱弱，又个头矮，旁的郎君都欺负我，唯有他护着我。彼时年纪浅，红墙深，情分也深，我们都当对方是知己。可我偏偏比他多活了一世。我明白，若跟他在一起，他给我的只有10年冷遇，数不尽的血和泪。我如今势单力薄，能做的只有离他远些。
将来若有机会，我手中的刀够锋利，我还会杀了他。可这日吏部却来人，说我去金陵的任命还少了一道章程，需要太子的印章。我一时犯了难，也是巧了，正巧张府设宴，要为张相过寿。前世我也收到了帖子，不过我那时已经在待嫁，外界又全都是关于我的传言，说我整日混在男人堆里，也不知贞洁还在不在。又说赵彦墨不是在我还是男子时就看上了我，我嫌丢人，就只看了一眼，便将请帖扔到了一旁。可这次我看到这样东西，简直如获至宝。张府设宴，赵燕一定会去。宴上我见到了张如华，他端坐在赵燕身侧，行为举止间已经有了几分未来太子妃的端方雍容。我坐在对面，看到他们坐在一起，就像看到了前世那对恩爱的帝妃。宴至一半，我端起酒杯往他们的方向走去。殿下。赵燕只顾着看面前的歌舞，并不搭理我。我又喊了一遍，他才终于侧眸。什么事？我将来一说了一遍。他道：今日是姑未来岳丈的寿辰，姑不想处理这些东西，换个日子再来寻姑吧。我沉了气，还要再说，却有一支箭从半空中射了过来。赵燕眯了眯眸，下意识伸手想要拉住我。我注意到他的动作，连忙避开了，还推了把他身侧的张如华。张如华躲过一劫，我却因躲闪不及，肩膀中了一箭。刺客应当是冲着赵燕来的，一击未中便立马逃走了。我跌坐在地，赵燕低头看我，半晌扯出一声冷笑：你对姑还真是忠心耿耿，宁愿自己受伤，也要救姑未来的太子妃。我忍痛道：这是臣应该做的。我看他也是疯了，众目睽睽之下放着自己的太子妃不救，却来救我。倘若传出去，他就没想过他会面对什么吗？下一瞬，赵燕一边派人去追刺客，一边拿出腰上的玉牌，递给旁边的侍卫：去太医院把太医全都请过来。我一惊：不行。赵燕垂眸，冷冷道：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逞强？还是说想让姑亲自为你处理伤？不能让太医来。一诊脉，我的女儿身就藏不住了。我的眸子在周围转了一圈，最后指向了不远处一脸焦急的陆隐川。陆隐川会处理伤，让他帮我就行。闻言，赵燕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，良久才冷笑一声：那倒是姑多此一举了。我被安置在了张府的客房，陆隐川将我抱进了房门。我只来得及说一句：除你以外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就晕倒了。等到我醒来，已经是半个时辰以后的事了。赵燕也早就离开了张府。陆隐川坐在桌前，正在喝茶，听到我醒来的动静，这才慢悠悠地开道：女扮男装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楚秉之。我抿唇，同他解释缘由。我娘怀我时伤了身子，再难有孕，我爹爱重我娘，怕族中长老逼他纳妾，这才让我女扮男装。此事你不准备告诉殿下？他啧了一声。先前我就觉得他待你非比寻常，我还以为是自己想多了。如今知道你是女子，突然就明白了一切。倘若你向他袒露身份，太子妃之位或许就是你的了。我苦笑：不必了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将此事告诉他。前世我已经尝到了苦果，不是吗？陆隐川沉默片刻。对了，方才张五娘来过了。说着，他将手中的金创药扔到了我怀中。诺，他让我给你的。没想到前世我跟他斗了一辈子，如今却阴差阳错救了他一命。困意来袭，很快我就又沉沉睡去。到了夜里，我爹派人来接我，马车踏上青石巷，没一会儿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我掀开帘子，就看到车夫已经被打晕了。我下了马车，就看到赵燕站在不远处，她负手而立，嗓音沉沉：楚秉之，你今日是不是说过想借姑的印章一用？我连忙点头。这一件伤的到直，他居然主动来提此事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：你月底便动身吧？我愣住：什么？他来居然是想让我提前走。他默然片刻，
轻瞥了我一眼，才缓缓道：“秉之，姑为你娶个妻子吧。这个月17是个好日子，娶完你就带着她离开，离长安远远的。”我本来就受了伤，听到这句话更是吓得差点当场晕倒。非娶不可吗？他点头，平静道：“是，非娶不可。为什么？”他很久没有说话，我沉默地看着他。良久，他走近我，眼看着已经到了我面前，却一直没停下步子。我被逼得往后退了2步，腰快磕到后面的车壁时，他伸手垫了一下，垫完手却没离开。他凑到我耳畔，低声道：“楚秉之，你这么聪明，你早就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姑喜欢你，姑根本不想娶张如华。多可笑，当朝储君竟然爱上一个男子。”我愕然，没想到他居然就这样说出来了。他哑声道：“今日面对冷箭，姑弃张如华而选你，来日再面对这种情况，姑依然会这样做。”夜风呼呼作响，他的话如一道道惊雷炸到了我耳畔，我的心脏也狂跳不止。前世成婚不过半年，他就爱上了张如华，可见也没有那么喜欢我。如今又为何明知我是男儿身，还要如此？最后他道：“所以你非娶不可。”赵燕的动作很快，没多久就为我选好了未来妻子，身世、样貌、才学无一不是顶尖。陆隐川找到我，幸灾乐祸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你自己就是个美娇娘，又娶回来一个，准备一结金兰。”我懒得理他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还在这说风凉话。他挑眉：“要不这样，你恢复女儿身，然后嫁给我。”我把手边的砚台拿起来，砸到他脚边：“不会说话就滚。”不过我倒想起来了，前世我成为太子妃后，其实还见过陆隐川一面。他说他要去漠北了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就听到了他的死讯。你是不是准备参军？我觉得你要不再考虑考虑。陆隐川急得跳脚：“怎么可能？小爷才不去那种地方呢。”哦，反正你上辈子是去了。不过他实在很烦，这阵子一直跟着我。你说，要不我也去求求我爹，给我弄个金陵的官当当。去了金陵，我们还能继续做好兄弟。要不是有把柄在他手里，我真的很想跟他老死不相往来。不过很快我就想到了主意，我让陆隐川对外放出谣言，说我其实不行。这事沸沸扬扬传了2日，那姑娘生怕被我缠上，很快就定了别的亲事。我与陆隐川都很高兴，他说要请我吃酒，我酒量不错，又当他是朋友，也就没推辞。吃到一半，他如往常一般揽住了我的肩，唇快要凑到我的脸上。秉之啊，我是真想随你一道去金。话音未落，厢房的门却猛地被人踹开。醉意朦胧间，我看清了来人，是赵燕。她沉着脸抓住陆隐川的脖子，一把将他扯到了地上。我被吓到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赵燕先翻了桌上的酒盏和酒杯，冷冷地逼视着我：“姑给你的好亲事，你不要，却跑来和他厮混。姑一欣慰你，你就是这样对姑的。”说着，他一把将我抱了起来，直到被他扔到马车里，我才发现酒楼上下早就空了。陆隐川也跟了下来。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臣与秉之是同僚，是知交，吃顿酒也违反大庸律令了。只是不知违反的是哪一条，还请殿下明示。赵燕冷笑，将手中的剑掷了出去。滚！与此同时，我听到了一道闷哼声。车夫扬鞭，马车很快便离开了此处。我问他，殿下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赵燕面露不快：“姑最清楚，他方才看你的眼神，究竟是不是一个正常男子对另一个男子的。当朝储君，这一瞬间竟然风度全无，带了十足的偏执。”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出声音。他靠在车壁上，揉了揉眉心，过了好一会，才有点倦怠地开：“楚秉之，你要姑拿你怎么办才好？”我怔怔：“殿下不必如此对臣，您只管去娶张五娘，她很好，您会爱上她的。”赵燕没看我，她看向窗外，
声音哽咽，不会。赵燕将我送回了楚府。她道：终身大事，岂能儿戏？那些流言，姑会让人处理干净。你的妻事，姑也要再好好想想。我问：这件事能让臣自己决定吗？她平静地看着我，楚秉之，你别忘了，姑的太子妃是你帮姑定下的，你未来的妻子，姑也要亲自来选。我隐隐感觉到，她已经在崩溃的边缘。这日以后，我便听说陆隐川在府中读书，很是刻苦。可我知道，他其实是受了伤。那日，赵燕几乎下了死手，我没敢去看他。直到月底，皇家围猎，我才又见到陆隐川。他对我挑眉：你可真没良心，这么久都不来看看我。我无言以对。进了猎场，我剑术不精，就只猎了几只兔子和鹿。我收了剑，准备再过会儿就出去。可我忘了，自己根本不认路。以前我都是跟着赵燕走的，走着走着，非但没出去，还进了猎场最深处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面前就出现了一只猛虎。前世今生，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场面。我拔腿就跑，却还是被追上了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葬身于此的时候，有人冲到我面前，用身子为我挡住了这一击。他被撞倒在地，吐了血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直起身，又冲了上去。于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打死了这只猛虎。太子赵燕端正持肃，清风朗月，何曾有过如此狼狈的一面？赵燕晕倒了，他身上的伤还在流血。我帮他稍微包扎了一下。包扎完，我看着他俊美的脸庞，突然意识到，就是这个人，上一世杀我的全家。对我也很差很差。重生以来，我一直在强迫自己，如果报不了仇，就先忘掉那些。可如今，他就这样近乎脆弱地躺在我面前。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拿出了放在腰间的短刀。这刀也是赵燕送给我的，他让我用来防身。可是现在，我要用它来杀他了。前世的一切，在我面前一幕幕闪过。我看到，我的儿女，那对龙凤胎，一出世就被抱到了张如华宫中。他下令灭楚氏全族时，我哭着去找他，说我后悔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求他放过我的族人，可他没有答应。我死那天是我孩子的生辰，我去找他们，却被拒之门外。我看着他们一家4在御花园玩乐，终于发了疯，大骂赵燕原先是个断袖，在我还是男子时就爱上了我。于是赵燕对我说，若有来生，朕宁愿那日不知道你的女子身份。然后我就觉得孤孤零零的活着确实没什么意思。当晚我就自尽了。思绪回转，再看向面前的男人，我只觉得恨意惊人。我抬起手就要把刀刺向他的胸膛，可还没等刺进去，我的手就被抓住了。不知何时，赵燕已经醒了，她睁着眼，平静地望着我。楚秉之，你方才想做什么？我一惊，手中的刀掉到了地上。男人盯着我，又重复了一遍。姑问你话呢？回答姑。我想杀他，却被抓了个现行。刺杀当朝储君，就算我有10个头，只怕也不够砍的。我抿了抿唇，臣只是想看看您身上的伤好些了没有。这个谎其实撒得很拙劣，可他信了。他叹气，姑这条性命便托付给你了。说完，他又闭上了眼睛。这次我没敢再轻易下手了，方才是我太冲动了。这个时辰，旁人定然都已经出了猎场，只余下我跟赵燕。若他死了，就算不是我杀的，届时只怕也难逃罪责。我拖不动他，便只能在原地等。过了没一会儿，便有御林军寻了过来。我跟着他们回了东宫。赵燕受了重伤，帝后焦急万分。张如华也来了，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他偷偷看了我好几次。皇后抹着泪对我道：燕儿平日里最看重你了，你就在此处守着吧。我连忙应下，许是太心虚了，这一日我不敢离开他半步。守着守着，我就睡着了。昏昏沉沉中，我察觉到有人将我抱上了榻，我的唇也被人撬开，轻轻咬了一下。等我睡醒，就看到赵燕坐在一旁，正在看手上的册子。她没穿外袍，姿态很散漫。
倒不像才受过重伤的人。我突然想起，前世我与他刚成婚时，他舍不得扰我清梦，便是这样，一边在旁边看书，一边等我睡醒。见我醒来，他道：饿了吗？我正想摇头，肚子却先叫了一下。赵燕失笑，他让人端了碗粥进来。吃第一，我就尝出这是赵燕的手艺，因为糊了，而且糖放多了。上一世成婚后，他第一次给我熬粥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我没再继续吃了，我把碗放到了一旁，告诉他我要走了。他的眸中划过一丝失落，可还是点了点头。我正要离开，他却突然叫住了我。秉之。我回头，他看向我，目光中有疑惑，有不解。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从醒来到现在，却一句都没问过。还有那日在猎场，你恨姑？他斩钉截铁道。他头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如孩童一般懵懂的神情。为什么？姑分明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这一瞬间，我突然就很难过。是啊，其实我也一直想问前世的赵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面前的这个赵燕明明那么喜欢我，哪怕知道我是个男子，也几次三番救我于水火。前世那个他，后来怎么就轻易变心了呢？可说到底，我们都回答不了彼此这个问题。我说，殿下多心了。很快，赵燕和张如华的婚期就定了下来，就在下个月初。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，恰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。他自然也没心思再操心我的婚事了，害怕多生事端，我便在府中闭门不出。可陆隐川却来找我，说他的生辰快到了，问我能不能满足他一个心愿。我想到此人才因为我被刺了一剑，在家躺了大半个月，颇有些愧疚。你想要什么？不过事先说好啊，我没什么银子的。陆隐川的眸中漾出一丝笑来。放心吧，不要你的银子，只要你陪我玩一天就成。好巧不巧，他的生辰正好是赵燕成婚的前一日。他成了婚没多久，我便也要去金陵了，实在皆大欢喜。那夜，我按照同他约定好的日子出了门，可却没等来陆隐川，而是等来了张如华。他望着我，近乎破釜沉舟一般的问道：楚郎君，若我有法子能不做太子妃，不要这些所谓的荣华富贵，你能带我走吗？我看着面前的女郎，这位昔日的情敌。为什么？他道：殿下不喜欢我，他心里有别人，我心里也有，你忘了吗？你救了我2次。我愣了好久，这才想起那夜上元节我救下的姑娘竟然是张如华，我简直要傻掉了。他喜欢的人该不会是我吧？乱了，重来一世，这些人怎么都疯了？我耐着性子，可殿下以后会喜欢你的，你们会琴瑟和鸣，恩爱白首。他咬了咬唇，你当真不要我？我点头，我也要不了啊。他抿唇，仔细地看了我好一会，最后释然地笑了下。你莫不是怕我嫌你哪里不行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若我嫁给你，我会想办法帮你。前世的张贵妃，那可是出了名的稳重端正，没想到年少时竟然有这样语出惊人、冲动莽撞的一面。我说，你回去吧，不是因为这个，做太子妃才是对你来说最好的归宿。相信我，你的夫君以后会爱你的。张如华走后，我正要松气，就听到角落里传来一道嗓音，看来是姑来的不巧了。确实挺不巧的，你们这对未婚夫妻不好好成婚，扎堆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赵燕走向我，漆黑的眸底辨不清情绪。她道：姑方才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。我下意识反问：什么？她慢悠悠地笑了下，眼神有些压抑的疯狂。陆隐川一介无能之辈，却能和你勾肩搭背，用那样的眼神看你。张如华出身闺阁，自幼被规训以夫为天，她贵为储妃，却来邀你私奔。我下意识解释，殿下千万不要误会了张姑娘，她不是这个意思，天下有哪个女子不想嫁入东宫？她冷笑，她的事姑一点儿也不关心，姑只是想他们都可以，凭什么姑不行？她的话音落下，
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拔腿正想跑，眼前却已经黑了下来，然后瘫倒在了赵燕怀中。我被他关在了东宫。次日，赵燕和张如华正式大婚。我坐在房内，听着外头的锣鼓声，有些后悔那日怎么就没直接杀了赵燕。大婚当晚，赵燕来见我，她穿着喜袍，眉眼如玉，风神俊朗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前世她穿的也是这样一身红衣。她居高临下的看我，脱吧。我揪住衣领，不可。她笑，那姑亲自来了。我连忙道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是断袖。殿下，您一生清明，不要毁在我手里。他是不在乎的。那又如何？说罢，他低下头，竟不由分说的便要开始解我的衣衫。他的力气大得惊人。我喊他赵燕，然后掀起手，一巴掌打到了他的脸上。他半点也不生气，可下一瞬，他触到什么东西，指尖就那么在我的面前停滞下来，怔怔地看着我。他摸到了我的束胸，今夜的月色实在很好，从窗外透进来，将他脸上的惊愕照得清晰可见。他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，然后畅快地笑起来，笑着笑着，几乎要流出泪来。他道：“你居然是女子。”我抿着唇，颤抖地理着胸前的衣襟。上一世，我主动向赵岩坦诚自己的女儿身，他也很高兴。可这辈子的赵燕，比上辈子还要高兴。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后来到我面前：“姑要娶你。”姑这就去求父皇。我喊他：“殿下，你已经有太子妃了。”赵燕一怔：“姑可以和他和离。他是未来的天子，和离哪有那么简单？若不然，他前世早就将我逐出东宫了。”我笑了下：“您明知道，不可能的。”赵燕沉默良久：“姑会想办法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盯着我，恨声问道：“你既是女子，为何不早些告诉姑？倘若再次婚前，甚至是昨夜，这一切都不会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可你偏偏看着姑在你面前一次次挣扎、绝望。楚秉之，你好狠的心啊！”我说：“因为我对你没有那种心思，你放过我吧。”那你对谁有？陆隐川，他也配？我沉了气，抬头望他。赵燕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恨你吗？因为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嫁给你以后，你就不喜欢我了。他道：“不可能，你杀我的全族，将我生下的一双儿女都送给了别人。”他蹙眉：“姑绝不会这样对你。”我又开：“我死时才只有27岁，那时你已经爱上了别人，跟他举案齐眉，你们在御花园玩闹，你摘了梅花簪到他鬓边，夸她很美。”听到这句，赵燕很久没有说话，她看着我，眸光晦涩难言。你说的这一幕，姑似乎梦到过。我抬头，她苦笑。那日从猎场回来，姑就时常梦到这一幕，不过梦中女郎的脸很模糊，看不真切，姑还以为日有所思，那个人是你。没想到，原来这是真实存在过的。我哑然，只能庆幸她没有完全恢复那些记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他才开：“你走吧，别再回来了。”这日以后没多久，我便拜别双亲，离开了长安。一路上，我时常能听到百姓提起太子与太子妃，说他们郎才女貌，间谍情深。同样是太子妃，前世的我可被骂惨了，朝臣唾弃，帝后不喜。百姓们也说我是个红颜祸水，进沟的太子宁愿放弃储君之位，也要娶我。更别提前世7年，我还是个男子。我到金陵没多久，陆隐川就跟了过来。他说：“你走得好匆忙，竟连见都没见我一面。那日我去找你，却怎么也找不到，我快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我哦了一声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他叹气：“你这人……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来这里费了多大地功夫。”我想起什么：“你真不参军啊？金陵富庶，嫣红柳绿，我就喜欢这里，哪儿也不去。”也不知前世他怎么就想不开去了漠北。我在金陵的第2年，城内爆发了一场瘟疫，死伤惨重，我也被染上了。陆隐川衣不解带地照顾我。那夜睡得迷迷糊糊，
我却觉得有只冰凉的手在摸我的额头。天亮之际，我便听说赵燕来了，她在这里待了半个月。临走之际，我去送她，给她斟了一杯酒。她的手放在空中，顿了良久，最终缓缓接过，饮下了。我也多饮了2杯，醉倒在了桌上。然后我就察觉到，她小心翼翼地吻了下我的唇，保重。次年春，太子薨，太子妃改嫁。我在遥远的金陵城流下了2滴眼泪。其实那日的酒无毒，他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便是总也改不了那偷香窃玉的坏毛病。没多久，我便将爹娘也接到了金陵。陆隐川一直没有娶妻，我查案，他就去验尸；我写字，他就在一旁研墨。32岁这年，我假死，换回了女儿身，嫁给了陆隐川。同年，我遇到了张如华，还有他的女儿。他看到我并不觉得惊讶，他唤我皇后娘娘。我腾地一声站起来。你？他笑笑，我也是改嫁后的第2年才回来的。不过我实在没有想到，这一世的我居然喜欢上了你。他改嫁以后一直不快乐，没多久便郁郁而终了。我愣愣地点了点头。他又道：其实前世你死后，陛下安排完一切，也跟着服了毒。我呆住。怎么会？他轻轻地笑了下。楚秉之，你真没有好好想过吗？我这一世有个女儿的，我并非不能生育，只是陛下从来没有碰过我。那10年，你知道他为你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吗？到后来，他不敢爱你了，至于我，不过是个靶子而已。我喃喃道，可我的一双儿女，他们被陛下教养得很好，私底下其实常常去看你，他们总是问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身边？这些话对我而言，不亚于惊涛骇浪。他笑了，你的族人也没死，都被陛下藏起来了罢了。其实前世，你再熬一熬，那些敌人，他就能除干净了。可那时候，根本没人告诉我这些啊。但今生，他身边确实很危险。光我知道的刺杀，都有好几回。我的心脏有些钝痛。我在心里想了想，这一世的赵燕死时，似乎还不到19岁，而我今年已经32岁了，一切都该随风飘散了。我怔了很久，望向张如华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对我而言，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起身，陆隐川正站在不远处等我。张如华看到，不知想起什么，突然笑了一下。前世，陛下冷落你的第1年，陆隐川进宫，找他打了一架。陆隐川被打得差点没了半条命，伤好以后就去了漠北，说等他回来再找陛下打一场。后来我知道，后来陆隐川没能从漠北回来。他问，这个呢？对你来说有意义吗？远处有钟声齐鸣，青山回首处，几度夕阳红。我点头，有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